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裁剪。那么裁剪的整个分区呢是这样子的，从我们头顶的最高点斜向前分到哪？分到我们的耳前，也就是把鬓角分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前后分开。然后后区呢，这个点在哪？在我们的黄金点往下大概1到2个指位的位置，就略低于黄金点。好，画个半圆形，上下2个区分开就可以了。那首先我们先从前面开始。这个头发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刘海。其实它刘海的长度呢已经是比较短了，所以我不想去改变太多它刘海的长度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定的是哪里？是我们的底区的头发。我可以先把2个鬓角的头发先拉出来，我可以先把2根鬓角的头发拉出来，剪到哪里呢？剪到我们的接近锁骨的位置。好，这样。好，两边长度就确定好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来定它的长度，以这根的头发为引导线，切口呢基本上是平行地面。好，长度先定好。另外一边，先确定好底区头发的长度。好，目测一下，两边差不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以刘海这根长度的头发作为引导，和下区的这个底线的长度作为引导，把这2个点之间做个边缘层次连接起来。让这里的头发呢，不要把它拉到前面来剪，拉到前面来剪会剪得很空。所以呢，我这里会用到一个手法，这个手法是这样：顺毛流梳理，手位画 C， 这样顺毛流梳理，手位画 C。然后呢，往下去沿，继续，还是顺毛流梳理，手位画 C， 把这个2点之间的头发呢联系在一起。这根头发的长度不要动，这根头发的长度不要动。好，这样剪好了以后，整个边缘层次呢就已经出来了。好，另外一边相同，一样。找到这2个点，把它连接在一起。好，顺毛流梳理，然后衔接。好，不破坏以下的最长的这根边缘层次。好，接下来从当中开始。拿走它的重量，往上延伸，继续1点放射，往前靠1个指位。好，继续剪到哪呢？剪到我们的外眼角延长线。好，这一刀剪好，也就是我们的外眼角的这刀剪好，然后转角往下的这个面换一个站位去剪，这样人站到这儿，然后呢提到刚才的相同的高度。由上而下的去剪，这样才不容易破坏到边缘线。继续拉到相同的高度，逐渐往下降。好，继续。1点放射向当中靠一个发片，
好，继续。往前靠一个发片，好，过外眼角，头发的面开始发生改变，转角往下的头发，换个站位，由上而下的去剪，引导线不变，还是以最高点的头发为引导，拉至上一片相同的位置，由上而下。继续，好，拉至头顶的这根为引导，逐渐向下降。好，前区这样就剪好了。向后延伸，好，将后区的头发呢，先分出一层，向后侧一点点，哦，对，这样，以刚才鬓角这根头发作为引导，向后延伸，好，一点点角度就好了啊，不要太高，随着头缘去走。好，继续，不需要太高的角度，随头缘移动，好，继续。好，另一侧相同，略微往那边转一点，对对。好，找到前面的这根引导，以前面的头发作为引导，随头缘向内延伸，和另一边的头发呢融合在一起。继续，手位呢跟随着头缘逐渐往内收。好，剪好了底区以后呢，后区的头发去做去角，拿走它的重量。这里的头发从当中分出一个发片，垂直，然后呢向上提拉，高角度提拉，做个反曲线的去角。好，继续。高角度提拉，反曲线去角。好，颈侧点往前的头发带至颈侧点，一样高角度提拉。好，后区呢做个过渡。接
继续。随椭圆移动。好，卷到颈侧点以后呢，将颈侧点靠前的头发全部带至颈侧点，提高，做个过渡。好，后部的下区就剪好了。好，开始剪后部的上区，从当中开始，分出一条垂直的发片。好，垂直梳理发片，找到下区最长的这根作为引导，做虚拟连接。好，往上走，继续。好，找到下区的引导，做虚拟连接。好，继续，一点放射随椭圆移动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逐渐呢从不连接过渡到完全连接，边缘的两侧的头发呢就完全连接在一起了。好，继续，另一边相同。好，继续。越往两侧走呢，不连接的面就会越来越小，直到最后一片完全连接在一起。最后一片呢，就会完全连接在一起。这一片呢就不再有不连，这一片呢就不再有不连接。好，整个后区剪好了以后呢，做个前后的过渡和连接。先将后面剪过的头发分出来一层，往前梳理，从当中开始做前后的一个过渡和连接，将头发向前带，把多余的头发呢剪掉，连接在一起，继续。
好，这层就没有了。继续。好，现在开始再去做个检查。斜向后，随椭圆，由前向后检查一下。好，另一边相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这样一款前轻后重的锁骨发就剪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先做颜色，然后吹干以后再做更深一步的修饰。好 ，OK， 那这是我们刚才呢，模特呢去做完颜色以后啊，好，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去做个修饰。型是有了，但是就是整个太厚了啊，而且呢，头发的整个通透感啊、线条纹理还不够啊。那先把它呢分开。好，那先把枕骨点往下的头发分出来一个区域。那底线呢，我们不需要它特别薄，所以只需要在呢它的整个发尾的位置呢，可以拉起来做一些点剪。好，底线呢柔和点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整个头发的量感还是太多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呢用点打薄去做，把我们的避开发际线，记住这种头发一定要避开发际线，然后提拉起来以后去调些量感，这样简单的去点掉点。好，调一下发尾的位置呢，可以略微的增加一点柔和度啊，增加它一点流向和柔和度啊，这样好，不需要把它发尾做的特别的尖啊，不需要，稍微有点顿挫感，同时还有线条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再分出来一层，这一层呢可以直接分到黄金点往下2个指位的地方，把它上下不连接的那层分出来。好，
这里是量感区。那么量感区呢，顾名思义就是量最多的一个区域。那先去做它的调亮处理，一样我们可以避开它的发际线。记住，这种头发因为要扎起来，所以避开发际线，这个1厘米不动它。好，从发际线向内1厘米的地方去取它的发片，拉起来以后呢，做点打薄。这个地方不需要做太蓬松，所以收紧，高层次点打薄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从前到后，它一个发量是慢慢过渡过来哦，可以轻，然后慢慢过来。好，继续。这里呢是我们的耳点靠后，颈侧点往前，发量特别多的地方。那为了让它快速拿走发量，并且增加它的空间感，这里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个什么叫挑打薄，快速的拿走它的量，拉起来，继续再来。发片呢不用厚，好，做一下挑打薄，也是我们说的编织挑剪，也是10大手法当中一个非常好用的手法，剪这种中长发非常好用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编织挑剪，高角度提拉起来，然后去做。这样呢，当我们梳下来的时候，你不能看到有明显的这个刀印子，看不到，但是呢，很明显通透了就可以了。好，再往内走，走到最中央这个区域，那这里头发呢就不适合再做高层次内打薄了，那要做什么呢？要做低层次内打薄，一样的手法，因为头发发量这个区域比较多，所以一样可以做编织的挑剪。挑起来以后，刚才是从上而下，那现在可以什么？从下而上，做一个堆积。好，不同的区域呢，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啊。好，继续，这样做好了呢，它整个内部的空间就调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去做一些纹理和线条上的处理，斜向往后，整个发际线呢可以先分出来。好，注意。所有靠近发际线的地方都不能去剪太多，所以呢，只能剪哪里？发尾，做出发尾的这种比较轻盈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去调一下。继续，不要把发尾调得特别薄，要保证它整个外轮廓的什么连贯性啊。好，这种线条感，但是呢，发尾没有特别薄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，一样再分出来一层。那这一层头发呢，避开发际线以后，可以略微靠近发中一点。那这里因为流向是往前走，所以呢，做一个扭转，做它前面这个面啊。为什么做扭转？为什么这样是做前面？那大家可以去看手法啊，前面的手法讲解当中非常详细的讲解过这个手法，所以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看不明白的同学啊，好，继续。好，再来，一层一层往后走，继续。好。好，边剪呢边去观察它，头发里面变得越来越通透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再来。
好，那整个底线和量感区呢，这样处理完之后，一梳就手一拨就能感觉到变通透了哦。好，好，那继续做这里的头发，都放下来。一样哦，我们在做线条纹理之前，先要做量感的调节。这里呢，也可以用到一个移动式的抽剪的方法去做一下内部的空间。底下呢稍微靠近发根，然后越往上走，越远离发根，先把它亮，拿走一点。好。继续一片一片去调一下它的亮感。好，再来。继续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剪这里的头发，它的面感很重要。我们后续的头发一个方向去做，但到了这里的头发呢，不可以再从后面再去做，因为后面做的时候你一梳，它表面就会被破坏。好，头型骨骼发生改变，手位和手法也要发生改变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提拉起来了以后呢，从这个面去做，这样呢才可以保证它的质感，表面的质感都是好的，永远都是从下面开始做。好。继续，先去调它的量。好，一样调到哪里呢？避开发际线为止。好，同时把它发尾呢再做一些柔和。抬高，因为刚才这个头发我们一刀都没有打薄过啊，只有剪了一个结构，所以现在呢，一定要处理好它这种发尾啊、发中的亮感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先调发中的亮感，再调发尾的柔和感，最后再做线条纹理和流向。发质呢，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糟糕。好，这种剪发尾一定是直进直出啊。处理完发尾，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做线条纹理的时候。线条纹理呢就会用到单刃刀，那从这里一样开始，一层一层往后做。好，转角下面的头发，因为它流向还是往前走的，所以转角往下的头发呢，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哪里做它的前角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用扭转的方法，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保证它往后耳朵后面一夹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好看。好，这两边呢，像它这种头发要轻一点，不能重，重了就不好看了。好，继续。那转角往上的头发，它的流向呢，就是反方向的流向了，流向是往后走了。所以说这里的头发的流向，好，好，相反的方向。好，过了耳后点呢，刀从下面开始下刀。好，因为我们的流向是这样
这样过来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呢是往内扣的，所以呢，下面开始下刀。好，继续，最表面一层呢避开就可以了。好，越往上走呢，越不能靠近法针了，要略微靠近发尾一点，保证它的质感。好，到了表面只需要挂尾过渡一下就好了。这时候用手一拨，头发就非常通透了。这时候用手这样轻轻一拨，头发就特别通透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再把它边线，再拉出来，再看一下。也就我们夹起来以后呢，其实并角这里的头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里头发我们可以从它的内侧呢再刮掉一点，这里这样，让它脸周围这里呢更加修饰的柔和一点。好，那这边呢修过的头发就非常的具有线条感，那这种往耳朵后面一夹也可以的，这样。有经过修饰打薄和没有经过修饰打薄，它的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呢是经过修饰的哦，修饰完了之后，它整个头发的这种纹理线条就比较透了哦，比较透了。用手轻轻一拨，它的线条纹理感就出来了。好，并且头发很通透，往耳朵后面一夹，这样也可以过去。好，轻轻的用手一拨，这种通透感就能呈现出来，线条纹理。那另外一边呢，没有经过修饰的呢，虽然它有型，但是整个头发显得什么特别的臃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开始修饰另外一边，用一样的方法去做裁剪啊，去做修饰。好，和另外一侧相同，我们先呢去做个调亮的处理，先把它的头发呢提拉起来，好，和另外一样，先做个点打薄。当然，有些伙伴们可能说，老师我没有这把剪刀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你们可以买一把去发量特别少的，其实也可以用啊。你做一个这种。然后轻轻的这样，剪不了太多。那从理论上来讲，不建议各位用那个太高去发量的这种在干发上使用。其实牙剪呢，最好是在什么，在湿发上使用。好，除非你去发量特别少，但是呢，尽量避免啊，尽量避免。好，继续增加一些纹理和线条。因为我们的这个模特呢，它前后区的头发发量啊是严重失调的哦，这前后区薄的特别薄，前面，然后后面呢厚的又特别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调的亮，过渡的看起来非常均匀的哦。好，继续剪第二区，好，先把它动感区的头发呢放起来。一样哦，我们其实从哪里开始下刀根本就不重要。另外一边刚才从前面往后下刀，那我现在从后面往前下刀其实都可以。你只要知道，我们知道每个区，你现在剪的这个区域，你想要达到什么结果和目的就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像这个区域增加一些支撑感，再来不需要分特别厚的发片，薄一点，增加它空间感。编织的挑打薄，下往上，
好，继续。那接近颈侧点的位置呢，就得慢慢相反了。好，一样做编织的挑打薄，但是这里的编织挑打薄就得由上而下的去做了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由上而下，角度由高而低。好，好，过了我们的到耳后点之后，往前走的头发呢，因为发量逐渐的变少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挑打薄，直接用什么？用点打薄就可以了。好，做一些点打薄就行了。好，继续避开发际线哦，让它扎头发的时候不要有小头发。看一下发量调的怎么样？好，发量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去调整我们的头的线条和纹理。一样的方法，先把发际线露出来做调整。好，先调整我们的发际线。发际线的位置呢，不要剪得太多，调出这种头发的树状感就好了。这种树状感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避开发际线以后，这里的头发呢，流向是往前走。所以在我们每个手法当中，其实运用的地方都不一样哦。一个叫什么？叫移动式收剪，做什么？做顶区。下面呢，点剪和挑剪，做我们的量感区。当然，线条纹理呢，就用了一个手法，那就是用我们的单刃刀去做了一下什么？做了一下我们的侧滑，做一下滑剪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边剪呢边用手去感觉，边看边观察，什么地方需要调。好，继续。然后这个区域的头发呢，相反就得往下面去做了啊。这样，入刀口是在头发的下侧，因为这个是呢，是我们刚才不连接的上区。上区的头发呢，主要起到一个什么轮廓，所以这里呢要从下面去入刀。好。这样去拨动它，感觉它的这种线条纹理出来，观察哪里不够，再补2刀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顶区的头发用相同的方法，先去量，做移动式点打薄、抽打薄。拿走一些量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发尾柔和，一步到位的去做掉它。好，继续。
先调整内部空间的亮感。好，再来移动式抽打薄，发尾的柔和，时进时出。好，继续。这里呢，对，从这个方向去做了。先去做它的亮感调节。好，一定是要入刀口都在它的下侧。入刀口在下侧呢，头发质感不会被破坏；入刀口呢，一旦在上侧呢，头发剪了就容易毛了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前面头发少就少做了啊。一样，发尾的柔和呢，都要去做一下。好，继续。做下发尾的柔和。好，最后呢，再做下我们的线条纹理的调整。好，转角线往下的头发依然还是向前。这个角拿出来做掉点。好，往后走。翻转，好，这里的头发从下面开始入刀，后区的头发从下面开始入刀。好，继续往后的流向，就得往后做。最后呢，再做一些表面的调整，尽量保证表面的质感。所以表面的头发只需要呢，在发尾的地方，好，那经过修饰呢，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头发，它的线条纹理这种感觉，就完全的呈现出来了。好。往耳朵后面夹也可以，那做造型也好，烫发也好。那头发有经过修饰和打薄，那我们发现它的线条纹理啊、通透感都完全不一样。用手这样一拨，然后这种头发的这种感觉，好，能拨得通。本来它的头发这发量是特别多的啊，好，那我们看后区也是的，
后区呢，我们经过修饰打薄以后，它的整个头发的呈现，那这头发它的摆动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这种呈现出来的纹理线条，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子头发很闷很重了啊。好，这种做一些，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其实我们不管是做一些烫发也好，还是做一些我们的造型也好，它都可以非常的好看。好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头发呢，到现在为止呢，裁剪呢全部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它这种感觉，就整个发型呢就非常的通透。好，其实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，如果我们去做烫发也好，还是做造型也好，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。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，也就是说，修饰打薄是为了让我们的形体更加的完美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样的头发烫发或者做造型，你首先要把它什么型剪好的同时，量感和空间一定要做出来。那样的话，烫发和我们的造型会变得非常的 OK。好，那我希望今天的这款发型到现在能给到大家帮助，谢谢。